我妈每天都会端着早餐跪在我面前，然后拍照发朋友圈，哭诉她为这个家每天不停的操劳，却把我塑造成一个吸她血的米虫。哎，当妈的命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伺候，跪着给女儿递早餐，只要她高兴，我累死也值了。我妈是个顶级面子精，每月给我8块8毛8，家族群里却说给了我8800。青青最近工作辛苦，妈刚给她转了8800，让她买点好的补补身子。我这当妈的一颗心全在儿女身上了。青青买房我能不出力？那是全款，几百万我眼都不眨就给她买了。嫂子，你这当妈的真是没得挑，全款买房，大气。就是，大气。来，大家吃菜。还是你对女儿好。哪里，真是个好妈妈。甚至在我订婚那天，她也要想方设法装面子充场面。这是我给我宝贝女儿准备的嫁妆，不为别的，只愿她往后的人生66大顺。只有我知道，这根本不是足金，是几10块钱1斤的纱巾。是啊，这女儿当的也太没出息了，简直就是个吸血虫，把老太太那点棺材本都吸干了吧，真不害臊。你们懂什么？女孩就是要富养，我女儿就是把我这点家底都败光了，我都愿意。我就是要让她知道，她背后有我这个妈呢。我顿时心里一冷，这些年明面上是她每月给我钱，实际上全是我拿钱在补贴她。前后后加起来，我贴了不下100万，到头来竟然落得一个啃老吸血的名声。既然这样，她的面子我也无需顾忌了。妈，你对我真好，下个月你60大寿，让我来办吧。我保证让所有亲戚都看到你到底有多疼我。青青这孩子真有心，还给嫂子弄了 VCR， 快看看，肯定是记录母女情深的。女士，这是您的发票，请您核对一下。还是我聪明，女儿订婚，我把给她的666克纱巾说成是足金，把人唬得一愣一愣的。养女儿就是好，一份不用掏，还有得挣。感谢大家远道前来，今天这宴会不仅是我妈的生日宴，还是我和她的断亲宴。请各位亲朋好友做个见证。青青，你这是搞什么？你误会妈了，我那是怕金子招贼，才换成纱巾。真金我早就存在银行保险柜里了。哎呀，嫂子，原来你平时就是这样帮衬孩子的啊！我女儿天天说要向你看齐，这我可学不来哟。就是。我到底做了什么孽呀？竟然养出你这种讨债鬼！我不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我还不如死了算了。沈清，你看看你干的好事，你这个喂不熟的白眼狼！这些年妈为了你操了多少心，
在你身上花了多少冤枉钱，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现在你为了逃避责任，竟然弄些假截图、假录音，就想在这里当众污蔑吗？你当大家都是傻子，能被你这3、2下手段给糊弄了？姐，你心肠怎么这么硬啊？你自己好好看看，你到底要把妈逼成什么样才肯罢休？妈平时对你多好，我们全家可都看在眼里。你说妈拿纱巾充数，真是笑死人了。妈是那种小气人吗？我看分明是你自己贪得无厌，嫌妈给的那几百克真金不够重，才故意在这血口喷人吧。既然你说真金都在银行保险柜里存着，那咱们现在就去取。你别胡来，只要你能拿得出来，我二话不说，当场给你跪下磕头道歉。可要是拿不出来，以后你就没我这个女儿。真是家门不幸啊！哎呦，真是家门不幸啊！大家快看看，就因为这次没像平时那样立马把钱给他，他竟然就要跟我断亲。我平时为他付出了上百万，那都算什么？青青，妈的心都要碎了，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呀？沈清，你真是好深的心机，算计的够准啊！会飞点数吗？你把妈的钱掏得干干净净了，现在拍拍屁股就想走人？怎么，连一丁点养老责任都不想承担了是吧？我告诉你沈清，你想得美，趁早死了这条心，你做梦去吧！想断亲也行，先把妈给你买的那套房子吐出来，那可是妈省吃俭用全款给你买的。对，除了房子，还有妈这么多年供你吃穿、供你读书的钱，前前后后少说也有几百万了。今天咱们就把这笔账算个清楚，把钱还回来，你再谈断亲的事。颠倒黑白的话真是张口就来，竟然连我自己赚钱买的房子都要惦记。走，现在就跟我去银行，咱们当面弄个清楚。哎呦，我不活了！女儿拿了钱不认账，还要在大庭广众之下逼死亲妈！你怎么能这么对你妈呢？你个啃老的东西！你个吸血的玩意儿！看着这一幕，我的心彻底凉透了。为什么这孩子会这一头小猪可汗呢？好，既然你们要算账，那我们就一笔一笔算个清楚。你们都给我看清楚了，睁大眼睛看看，这些年我妈到底给了我多少钱？妈，你怎么了？你醒醒啊！快打120，快叫救护车！我妈气晕过去了。畜生啊，真是个不孝子，活活把亲妈气成这样。晕倒，我一个字都不信。不过是眼看着证据要当众拆穿他的谎言，他才演了这么一出，好找个理由打马虎眼把事情混过去罢了。既然他们非要当睁眼瞎，我也没必要再浪费口舌自证清白。从来没感觉这么轻松过，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用贴钱给我妈充那点可笑的面子了。这一件帮我包起来。哎，那个柜子轻一点儿，磨磨蹭蹭的，快点儿！哟，回来了，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
这房子妈已经发话收回来了，以后给我和小丽住。你赶紧把你的这些破烂收拾收拾，趁早腾地儿。谁给你们的权利？凭什么撬我的锁？这是我家，房产证清清楚楚写的是我的名字。沈清，你还真当自己是这儿的主人了？这房子当初是妈出的钱，全款。他老人家当时不过是懒得写自己的名而已，你凭什么赖着不走？现在妈要把房子收回来给亲儿子住，这叫天经地义。看清楚了，这些年妈给我转的钱加起来连50块都不到。她什么时候给我转过上百万买房？你给我指出来哪一笔是买房的钱？这种转账记录随便找个软件就能制作，伪造记录谁不会啊？妈给你的那可都是现金，厚厚的一大段，那是我亲眼看见妈从银行柜台取出来的。沈清，你少拿这些骗小孩子的假玩意儿在这糊弄人。青青，妈其实也不想带他们过来的。你弟和你弟媳天天跟我闹，我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只能带他们过来。这些年，妈确实私底下给过你不少现金，这些你总不能不认吧？这次，这房子你就听妈的话，大方点让给你弟吧。好，既然你们非要在这儿演戏，既然大家都说不清楚，那我们就报警，让警察来查个清楚，看看这房款到底是从谁的账户里扣的。青青，你闹够了没有？你别闹了！这点小家务事儿你还报警？你是嫌我今天在寿宴上丢的人还不够大吗？你非要让全天下人都看咱们家的笑话才甘心吗？青青啊，再说了，你马上也要结婚了，这事儿要是闹大了传出去，对你能有什么好处？到时候女婿他们家肯定会看不起你的。妈，别再装出一副母女情深的样子了，我真的受够你了。这些年我贴足给你的那些钱，不早就被你转手给了我弟和小丽？现在拿了钱还不满足，你们居然还想霸占我的房子！你们还要不要脸了？给我滚出去！现在就滚，不然我就告你们私闯民宅，让你们通通去坐牢。沈清，不要脸的是你！沈清，你摸着良心说，你拿过什么钱给家里？这些年妈的生活费全是我出的，妈拿着我辛苦赚的钱在背后偷偷补贴你，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生都没撑过。现在你倒好，居然在这跟我玩倒打一耙。沈浩，你看看，我当初就说了不要给你妈钱，你非不听，非要当大孝子。现在好了吧？钱都被你姐这种人拿光了，她现在翻脸就不认人。咱们俩到现在还憋屈的挤在那套又旧又破的老破小里面受罪。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了，沈浩，你要是拿不回属于咱们的钱，拿不回这套房，我就立刻跟你离婚。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听他们两个的意思，这些年他们非但没从我妈那里拿走过1分钱，反而一直在补贴她。可我也从来没拿过我妈1分钱啊。妈，你今天当着我们的面把话给我说清楚，我们两个这些年补贴给你的那些钱，少说也有上百万了，你到底把钱拿到哪里去了？青青，你到底在说什么啊？妈的钱不都偷偷给你了吗？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不认账呢？青青，妈也不想看你们姐弟俩闹成这样。我已经和你弟弟商量好了，只要你现在点个头，把这套房子的产权转给他，他就再也不和你计较这些年妈补贴你的那些钱了。你就当心疼妈把这事儿了了吧，以后咱们还是一家人，还能像以前一样和和美美。凭什么？妈，你这心也骗到猪鸡眼去了吧？这几年我们省吃俭用补贴给你的钱，算上利息，少说也有200-300万了。这些钱买3套这样的房子都够了，现在就要他这么一套破房就抵消了，门儿都没有。小丽，行了，你先别闹了，听我说两句。当初我一笔笔转钱给妈的时候，你不也是在旁边点过头的吗？我这也是为了大局着想。小丽，
我也不想在邻里街坊面前当这个逼死亲姐的大恶人。再说了，这套房子地段这么好，升值空间大，咱们现在拿着手里，怎么算也不算吃亏。行吧，沈浩，你也知道我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泼妇，我这人最讲究的就是公平2个字。既然妈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拿这套房子抵账我也认了。但我有一个死要求，你们今天必须答应，那就是从今往后，沈清绝对永远都不能再踏足这间房子一步。我只要一看见他这张脸面就来气，真是晦气透了。就当我们这些年补贴家里的付出，全都拿去喂了不知感恩的狗了。喂，110吗？我这里是幸福路万福小区，有人非法撬锁并私闯民宅，现在还在我家里寻衅滋事，麻烦警察同志尽快过来。对，我就是房主。沈清，我看你是给脸不要脸是吧？我已经做出这么大的让步了，说只要你把这一套房子还给我，以前你占妈的那些便宜我也就不追究了。你自己算算，拿了这套房子抵账，你还挣了不少。你还真以为我是什么好说话的软柿子，能任由你在这随便拿捏？我告诉你，沈清，你想得美！沈清，既然你非要把事情做绝，一点亲戚情分都不讲是吧？那也别怪我们待会儿对你不客气。我看着眼前这些张牙舞爪的人，内心最后一丝对亲人的不舍也终于消失了。马上让这些人把我的东西原封不动的搬回来，然后你们所有人立刻滚出我的房子！听见没有？不然等警察过来了，私闯民宅加上故意伤害，我一定让你们通通去蹲大牢。青青，你怎么能真的报警呢？这要是闹大了，被邻居们看了笑话，咱们这个家可就彻底散了呀！干妈求你了，好不好？等回家之后，我一定会亲自跟你弟弟解释清楚的。这次你就先让你弟弟一次吧。我知道他打的什么好主意，他觉得我会像之前那样，因为他几句哭诉就妥协，就心甘情愿当血豹给他充面子。但我这次并不打算让步。如果今天我把这套房子让出去了，谁知道以后还有什么无底洞一样的事情在等着我。谁打的电话？怎么回事？行，沈清算你厉害，你连这种事都敢报稽查。稽查同志，既然他非要闹，那正好，我们就当着你的面把账算清楚。今天我就要把你那层皮揭下来，我要让你把这些年妈补贴给你的钱，全都给我一分不少的吐干净。家人们，大家都快点进来来看一看啊！大家都来看一看，看看这个所谓的当代独立女性私底下到底是怎么吸家里人的血，把亲妈榨干的。家人们，大家都看清楚了，这些年我为了尽孝补贴给家里将近200万，这可都是我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每一笔转账记录我这都有存底。你们看，他甚至还报警，想让警察把我们这些亲骨肉都抓走。这种丧尽天良的人，大家说该不该曝光他？同志，你们也给评评理，这钱本是我们刘妈养老的，妈想怎么花想给谁，我们作为小辈本来都没意见，但是我老公的亲姐姐拿了钱还要倒打一耙，还要逼死亲妈，这种事我实在忍不了。这女儿怎么这么坏，真是让我开了眼了。真是他妈不要脸，说这还立独立女性人设，恶不恶心啊？这当妈的也是自作自受，搞什么去了？你又养出这种白眼狼，活该！耗子，别播了，快关掉，别播了！妈，都到这个份上了，你居然还想这样维护沈清？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了，要是今天他不把那些钱一分不少的吐出来，以后我也不管你了，你就守着你这个好女儿过吧，以后就当我沈浩已经死了。青青，咱们一家人何必非要闹到这个地步呢？你弟现在可正开着直播呢，全国人民都看着呢。这事情要是真闹大了，到时候肯定会影响你结婚，连你那份好工作说不定都得丢了呀。青青，妈求你了，要不这样，这房子你自己留着，妈不让他拿走了。你只要拿出50万给你弟弟，这事儿就算彻底结了，行不行？难不成在你眼里，冷冰冰的钱真的比咱们这一家子的血肉感情还要重要吗？喂，云州。青青，你没事吧？我看到直播了，现在已经在赶来路上。
你别怕，我找人调查了一下，我知道你妈的钱到底去哪里了。听到他的声音，我原本毫无波澜的内心泛起一阵酸楚。原本我也在担心，他会不会像我妈说的那样，因为家里这些破事儿嫌弃我。可没想到他并没有，反而自己在背后默默帮我调查。反观我这些所谓的志气，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步把我逼入绝境。妈，人在做天在看，云州已经知道你背地里干的那些好事了。云州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待会儿他会把所有的证据拿出来，当着全家人的面，当着直播间所有人的面看个清楚。我倒要看看，到时候你还有什么话好说？你说什么？青青，你怎么能这么没良心啊？那些钱我明明全都是取了现金直接给你的，你现在为了独吞家产，竟然合伙找个准女婿来污蔑我，你太让我失望了！你非要把我这个当妈的逼到绝路上吗？是不是真的要我当场死在你面前，你心里才痛快，你才真的高兴啊？你们非要逼死我，我不活了！沈清，为了不掏那点钱，你竟然真的要把妈活活逼死！今天就替家里清理门户，今天打死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你动他一下试试。看清楚了再说话。妈，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些照片里的男人是谁？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沈清，你怎么会有这些照片？不用猜了，这人叫陈志强，今年53岁，名下开着一家快倒闭的小装修公司。3年前，他就在老年大学盯上了你妈，两人秘密交往至今。165万！你妈今天说头疼脑热要做手术，明天说老家的房子塌了要翻修。沈清，你算过吗？你前后省吃俭用贴补给他的，一共是165万。还有你，沈浩，你每个月自以为尽孝给的那些养老钱，加起来也有100来万。你们姐弟俩加起来将近300万的血汗钱，全都被你妈拿去为了陈志强那个老白脸。睁大眼睛看清楚了，这是银行流水。陈志强的个人账户，每隔1-2个月就会有一笔整额转入，数额巨大。每一笔转账的时间，都恰好是你妈跟你们哭穷要钱的第2天，这就是真相。5万、8万、12万，这一笔一笔，全是你从沈清和沈浩手里骗出来的血汗钱。3年前，你借口腰椎不好要做手术，骗了青青5万块，结果呢，你转头就把钱给了陈志强，帮他付了半年的车贷。他开着你女儿辛辛苦苦赚的钱去兜风享乐的时候，你女儿还在公司加班吃泡面。去年3月，你说老房子漏雨要大修，要了8万，可实际上那8万是给陈志强的儿子当彩礼，你倒大方。还有今年年初，你说你想去三亚疗养，青青二话不说给你转了12万，结果你连机场都没去，直接把这钱转给了陈志强的儿子买新车。大家对一下时间吧，陈志强账户每次入账的金额和你每次找借口从银行取的现金金额分秒不差，金额一致，你还有什么好抵赖的？妈，你说话呀！你快告诉我，
这些都是他们编出来的，这都不是真的，对不对？你平时那么爱面子，你那么传统，你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你说话呀！只要你说是假的，我就信你。快说话呀！假的，这些全都是假的！我就知道你们这群没良心的，合起伙来害我这个老太婆！沈清，是你对不对？肯定是你！你心虚了，说不清楚那100万现金的去向，就想栽赃陷害我，转移视线。你为了吞掉房子，不给你弟钱，就买通人伪造照片，伪造流水，合伙来害我这个老太婆啊！你可真是不怕遭报应吗？为了钱，连亲妈都能陷害，你们迟早会遭天谴的！青青啊，我10月怀胎生你养你，供你吃供你穿，把最好的都给你，你怎能这么对我？就这么报答我？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省吃俭用供你读书，就盼着你能有出息，可你呢？转头就联合外人来害我，你良心过得去吗？为了霸占这套房子，为了那点臭钱，你竟然买通外人来作假，连你亲妈的名节都要毁掉吗？你这是要让我被街坊邻居戳脊梁骨，逼我去死啊！姓顾的，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一个还没过门的准女婿，有什么资格来插手我们老沈家的家务事儿？这些破玩意儿，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你们想造多少造多少，随便找个照相馆都能 P 出来，这也能叫证据？你们拿这种垃圾来糊弄谁呢？沈清，我真没看出来你心肠竟然能狠到这种地步。妈不过是想拿回本就属于她的钱，想让自己晚年有个依靠。你倒好，为了这点钱，你竟然连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都使出来了。你这就是要把亲妈往死里整啊！这些年妈为了你操了多少心，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我告诉你，这事没完，我要告你们，我要去法院告你们合伙造谣，告你们诽谤，我要让你们这些心黑的玩意儿都付出代价。可是我记得去年妈确实跟我提过一嘴，说她在老年大学认识了一个开装修公司的老板，还说那人挺照顾她的。妈，你当时还夸那人有本事，说要介绍给耗子认识，难道就是照片上这个？你给我闭嘴！你在这瞎咧咧什么呢？这种时候你居然帮着外人说话，你到底是哪头的？我真没想到，这些年我起早贪黑、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竟然全被我妈拿去喂饱了外面的野男人。想想刚才我和沈浩像两个疯子一样互相指责，我真觉像个彻头彻的傻子，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沈浩，你给我睁大眼睛好好看看，除了这些照片，这里还有银行开具的流水，有转账时间轴。难道这些盖了公章的东西也全都是假的吗？你们能不能动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这些年我真的从妈手里拿了上百万，我既然已经得了便宜，我不应该躲在被窝里偷着乐吗？我有病吗？我非要选在今天，选在妈60大寿的时候找这么多事情，把这种丢人的丑事捅到明面上，让我自己也跟着被邻居戳脊梁骨。我沈清在你眼里就这么傻吗？你少在这偷换概念，你这就是心虚，你就是为了不想养老，不想还钱，才编出这种离谱的瞎话。你这个冷血动物，你根本不配当沈家的女儿。这些年妈为了你操了多少心，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我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她就是这么对我的，我活还有什么意思啊？我真是白养了这个女儿啊！沈浩，既然你口口声声说这些是假的，那正好，现在直播间有几万人在看，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让他们来看看，这些证据到底是不是伪造的。沈清，你别太过分了！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们是怎么逼我的。沈清，你疯了！这是家丑，你居然要在几万人面前丢沈家的脸！快把手机给我关了！妈，你不是说这是我买通男人 P 的图吗？你不是说银行流水也是伪造的吗？大家看清楚，这是3月12号的流水，数额8万，备注是房屋修缮款。每一页都有银行柜台的防伪标识，如果是 P 的，欢迎专业人士来鉴定。关了他！快关了他！沈清，你这个畜生，你在毁我的命啊！诬陷，这是赤裸裸的诬陷，大家不要信他。沈清，你为了霸占这房子，竟然和这些不知名的网友串通好了来演戏害我，你是要逼死你亲妈才甘心吗？妈，戏演到这里就够了。你真以为我手里只有几张照片吗？除了照片，这里面还有更精彩的视频监控。你跟陈志强每周在咖啡馆靠窗位置喝下午茶，在棋牌时手牵手的画面，监控里都拍得一清二楚。
你跟陈志强的每一次见面，每一次独处，都被拍得明明白白。你还要继续装吗？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伪造证据，好啊，这些证据的原件我下午就会正式提交给稽查同志。银行的流水系统、转账记录的后台数据，只要稽查一查，每一笔钱的流向都清清楚楚，是不是伪造？到时候法律会给你一个交代。短时间 P 图或许可行，但要合成这么多动态监控视频，根本不可能。那些监控视频那么清晰，每一个画面都有时间贴，根本做不了假。我们刚才在手机上看到你割腕的消息，魂儿都要吓飞了，紧赶慢赶才跑过来的。作孽啊，真是造了孽了！嫂子，你这辈子到底是倒了8辈子血霉，才摊上这么2个没良心的讨债鬼啊！沈清，你闹够了没有？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有什么天大的事不能关起门来一家人说，非要这么作死？你让你妈以后还怎么做人？你闹得大家都没脸，你良心过得去吗？沈清，我告诉你，这可是生你养你的亲妈，今天她要是真有个3长2短，你就是杀人凶手。你半夜睡觉良心能过得去吗？青青啊，不是舅妈说你，这世上哪有拗得过父母的孩子？那是你亲妈，是10月怀胎把你带到这世上的人啊！就算她真有做的不对的事全毁的地方，你当女儿的也该包容，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逼她？既然你们都来了，那来的正好，别光顾着在这儿演戏，睁开眼看看这些照片，看看这些转账监控，你们帮着这位无私奉献的母亲好好算算，这些年到底是谁在吸谁的血？到底是谁拿了我妈的钱去贴补野男人？这怎么可能？那说不定就是关系好的老同学。沈清，你妈这人一辈子心肠软，那钱说不定就是借给困难朋友救急的。借给朋友？谁家好人随随便便就借给朋友100-200万？他对外不仅装的大方，甚至还反咬一口，说这些钱全都贴不给我买房买首饰了，100-200万啊！我长这么大别说买房买首饰，他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给我买过，倒是大方了外人，拿着我的钱去养野男人，还好意思说心善。我就问你们，哪个正经朋友会趁着我妈60大寿，让她把自己女儿的血汗钱拿去给别人家儿子付首饰款和车贷？这种正经朋友，你们家有吗？你一旦捅到网上，看着咱们老沈家闹笑话，你让你妈以后还怎么出门？街坊邻居老同事以后得怎么看我们老沈家？她都60岁的人了，你非要撕开这层皮，你这是不给她留活路啊！你让她以后怎么活？没活路？那我呢？我妈为了面子，在家族群里造谣我啃老吸血，你们谁替我说过一句话？就在刚才，我弟弟对着镜头说我霸占家产，逼死亲妈，让全网都来骂我是白眼狼。你们谁关心过我受的委屈？网友骂了我几万条，我就不要脸的吗？我就该死吗？你们现在跟我谈名声，早干什么去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够了，都别吵了，都给我闭嘴！妈，我最后问你一遍，这些视频、这些账单，你到底怎么解释？难道你非要逼我们？难道你非让警察把你家带去局里做鉴定，把最后一点遮羞布都扯烂了，你才甘心吗？你说啊，说清楚，这钱到底哪儿去了？这些统统都是假的，都是沈清买通了人要害我，我没拿钱，我更不认识什么陈志强，你们想逼死我，你们都是一伙的。不用去稽查局折腾了。别在这儿浪费警力，别再信口开河，试图掩饰，老老实实说明情况才是最正确的选择。这种光影过度和像素密度，目前的民用技术根本造不了假。这张照片还有这些监控画面，全是真的，没有半点合成痕迹。对，我是认识他。你们现在一个个摆出这副大义灭亲的模样给谁看？你爸走了20年，整整20年，我守着你们2个讨债娃户过日子，
我是个守寡的人，我老了想找个人说说话，做个伴儿，难道不行吗？我花自己的钱给我自己买点开心，难道就不行吗？我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沈清，你给我闭嘴！你现在少拿这些东西来压我。你口口声声说这些年贴补给我的钱是孝敬我的，既然这钱已经给了我，那就是我的。既然是我的钱，我想怎么花，想给谁花，那都是我的自由。难道我花1分钱还得跟你这个当女儿的写申请报备吗？你凭什么管我？你凭什么在那装清高？我不过是给朋友花点钱，难道我就是罪该万死了？沈清、沈浩，你们两个摸着良心问问，你们亲爹走了20年，是谁含辛茹苦把你们这两个讨债鬼拉扯大的？我老了，想找个人说说话，想过几天顺心日子，你这个当女儿的就带头闹得满城风雨。你是不是觉得我找老伴儿丢你的人了？你是不是嫌我这张老脸碍着你大好前程了？沈清，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是带了警察来吗？你想闹大是吧？好啊，你去法院告我啊！我倒要看看天底下的法官会不会因为一个老太婆花了儿女给的养老钱就判我有罪。去告啊，看谁丢脸丢得过谁。妈，你到底为什么要变成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啊？妈，你知不知道这些年你把我和姐姐害惨了？我拼了命的加班，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赚来的每一分钱都给你。我以为我在尽孝，结果呢？结果我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被你拿去给陈志强的儿子买车付彩礼了。你拿亲儿子的血汗钱去给别人家养孩子，你心里真的一点都不虚吗？把儿女的养老钱全拿去倒贴给别人养儿子，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真是活久见。平时在我们面前装的又大方又无私，搞了半天原来是把全家人都当傻子耍，把儿女的血汗钱不当回事儿。妈，别演了，我也不会如你所愿去法院告你。毕竟，告你除了扯烂最后一点遮羞布，拿不回1分钱。既然全都给了陈志强的儿子，那我就从他身上拿回来。麻烦警察同志和我走一趟了，证据已经确凿，我要正式报警控告陈志强父子不当福利。既然这钱是骗来的，我就得让他们原封不动的吐出来。不行，青青，你不能去，绝对不能去啊！不能去？你是怕我拿回我的钱，还是怕我毁了陈志强宝贝儿子的前程？大妹子，你这就糊涂的没边了。那是几百万啊，那是老沈家的血汗钱，凭什么给那对野父子花？青青做得对，这钱必须得要回来。姐，我也跟你一起去，我倒要看看那个陈超到底长了几颗脑袋，敢花我们的钱买车结婚。沈浩，你还在这装什么木头桩子？你还没被坑够吗？一起去啊！我告诉你，这可是咱们累死累活攒下来的血汗钱，1分都不能便宜了那帮骗子。对，得去，必须得去把这钱要回来，我们都去。稽查同志，就是这里了。陈志强的儿子陈超就住在这里，他儿子的车也是用我们的钱买的。就是他，真不是个东西。该死的！你们干什么？私闯民宅是吧？信不信我现在就报警抓你们？你报一个试试。我们今天就是带着警察一起来的。你爸陈志强诈骗我妈上百万血汗钱，每1分都进了你的口袋。我们今天是来收账的。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吗？你们盯着我看干什么？这钱又不是我偷的抢的，那全是你妈自愿给的。当初在老年大学认识后，是你妈天天像个狗皮膏药一样给我爸发微信嘘寒问暖的，我爸那是躲都躲不开，全是他自己死皮赖脸往上贴。你给我把嘴放干净点，不要在这乱说。我说的是实话，我爸压根就没打算他怎么着，全是他自己在一厢情愿的自我感动，觉得是在跟我爸谈什么黄昏恋，送钱送首饰送东西。我爸亲口跟我说，他说了多少次不要，可你妈非要死乞白赖的往他手里塞，还觉得自己特别伟大，觉得自己是在拯救落难老伴儿呢。你们放着自己亲妈脑子有病不去管，跑来这儿找我要钱，你们是不是吃错药了？原来你就是他那个在外面立独立女性牌坊的闺女啊！咱先把话说清楚，你妈给的那点钱，我可1分都没沾手，全都是直接转给我爸陈志强的。你想当冤大头要账，也该去找我爸那个当事人。你妈上赶着乐意给钱买开心，你当闺女的管得着吗？她自己老糊涂了，自己蠢自己傻，这能怪得了谁呀？
怎么回事？当我们是摆设吗？当着警察的面动手动脚，你这是违法的，知道吗？稽查同志，对不住，我错了，我不该动手。但我这话可没说错。警察同志，你们也可以看看那些记录，谁绑着他妈的手逼他转账了？每一笔钱，那可都是他妈自己输的密码，自己按的确认键。你看，这3年前给过，2年前给过，到了1年前还在给。这前后好几年，我爸可没拿刀架在他脖子上，没人逼他，是他自己心甘情愿当这个冤大头；没人逼他，是他自己死皮赖脸往上凑，心甘情愿当冤大头。稽查同志，你们听听这叫什么话？当初送钱的时候亲热的跟什么似的，现在被儿女发现了，觉得心疼了，就想合起伙网往回要。沈清，我告诉你，这在法律上搞不好叫敲诈勒索。你个王八蛋，你再说一遍！敲诈！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这是我妈和你爸的聊天记录，每一笔钱都是你爸主动开口索求，用公司周转，身体不适当借口诱导转账，这根本不是赠与，这是诈骗！而且我们查得清清楚楚，我妈转给你爸的每一分钱，最后都通过各种手段洗到了你的卡里。你结婚那8万块彩礼，这房子的精装修款，还有你刚买的那辆新车，陈超，用的全是我和沈浩的血汗钱。你拿着这些钱挥霍的时候，良心没疼过吗？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我妈和你爸我会一起告。我要告你爸陈志强不当得利，告我妈沈某涉嫌伙同外人诈借亲生儿女财产。咱们法庭上见。陈超，你是不是觉得我妈傻，我也跟着傻？既然要告，那咱们就上法庭慢慢耗，我耗得起。1年2年，我有的是精力和你慢慢折腾。但我听说你那家小装修公司最近全靠接大单过日子，这一打起官司来，账户冻结，名声变臭，你那破公司还能拖得起吗？你什么意思？警察同志，你们听见了吧？这是红果果的威胁，你们不管管吗？他这是要逼死合法纳税人啊！沈先生，人家说的是走正当法律途径追讨欠款，现在属于你们双方的协商状态，只要没发生肢体冲突，我们稽查不好随便插手民事诉讼预告。你还不知道吧，陈超？你们公司上个月是不是签了个大项目？合同金额一共是180万。很不凑巧，那家施工公司的老板是我的未婚夫。就在刚才，我未婚夫调查发现，你们公司不仅资质造假，连施工材料都有很大的猫腻。为了保障工程质量，他现在正式通知你立即解除合同，更换施工队。沈清，你到底什么意思？你把话说清楚！你们凭什么无缘无故解约？那是签了字、按了手印的合同，你们这是违约！合同里有一条，施工方若存在资质造假或严重违规行为，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并追究赔偿。意思还不明白吗？陈超，你们父子俩骗青青的那笔钱你们拿不走，项目你们也别想再碰。我想在装修圈子里封杀一家资质有问题的公司，并不难。还钱！陈超，你听见没有？把我妈这些年给你们父子的钱都一分不少的还回来！只要把钱还了，这事儿就算了。否则我今天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让你把牢底坐穿！对，还钱！年纪轻轻干什么不好，非得当骗子！还钱！不还钱，今天就别想进这个门。警察同志在这看着呢。我现在手里没这么多钱，钱都投进公司周转了，买车还贷也花了不少，我上哪给你们弄几百万去啊？没钱还，行，那就给我立字据，写欠条。凭什么让我写？沈浩，你脑子进水了吧？那些钱是我爸转的，又没直接打到我卡里，法律上我没欠你1分钱。你能拿我怎么样？你真的以为自己做的天衣无缝？陈先生，证据链已经很清晰了，你父亲的账户流向直接指向你的个人消费。如果拒不协商，我们现在就可以正式传唤你协助调查诈欺案。真晦气，我就不该沾上你妈这种老疯子，送上门的钱还带钩子。陈超，拿了欠条，赶紧给我滚，滚出我家！看着他那副样子，我们已经完全不在乎了。
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寒透了我和沈浩的心。虽然拿到了欠条，但我心里很清楚，像陈超这种无赖，绝不会乖乖吐出吞进去的钱。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法律途径是我唯一的底牌。必须尽快收尾这场闹剧，我1秒钟都不想再演下去了。青青，妈知道错了，妈真的知道错了。陈志强那个杀千刀的，他前天跑路了。他不仅跑了，还找了地痞流氓在我家门口墙上泼红油漆，写满了骂我的脏话。青青，妈现在连家都不敢回了呀。青青，妈真的没法活了。我报稽查了，可稽查说陈志强在那混蛋早有预谋，没留下什么有用的线索，现在根本抓不到人。他们只能让我自己多加小心。那地方我哪还敢回去住啊？那墙上的红油漆就像血一样。青青，妈这次是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妈这一次，让妈进屋躲躲，咱们重新开始，还像以前那样好好过日子，好不好？妈求你了。重新开始？你拿什么重新开始？去年10月，你说你颈椎疼得整宿睡不着觉，非要买那个进口的脉冲按摩仪。我跑遍了全城找熟人托关系，花了4600块买回来。结果呢，你转手就把它送给了陈志强。前年夏天，你说你这辈子没见过大海，想去散心。我二话不说，自己加班连轴转，省出5800块钱给你报了最贵的旅行团。可你呢？你拿着那笔团费退了款，转身带陈志强去农家乐住了半个月。那时候我从没计较过这些付出，也没在乎过那些钱，因为我觉得你是我亲妈，只要你高兴，这些都值了。可你呢？你是怎么回报我的？你踩着我的血肉去养别的男人，还反过来骂我啃老，骂我吸血。你别再演了，我都知道。青青，妈那是一时糊涂，妈以前是被那个男人灌了迷魂汤了，我现在看清了，妈真的看清了。以后我一定好好做人，我给你做饭，给你打扫卫生，我一定加倍好好弥补你。弥补？你不必了。妈，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今天之所以站在这里，不是因为你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也不是因为你心疼我这个女儿，是因为陈志强那个老白脸卷了钱跑了，他不要你了。是因为陈超那个无赖拿了钱就不认人，现在还有地痞流氓天天堵你的门。是因为你现在没人供你吸血了，你走投无路了，才终于想起你还有个可以压榨的女儿。你走吧，这套房是我自己1分1毫攒出来的，不欢迎吸血鬼，以后别再来了。沈清，你给我开门！你这个冷血动物，你良心被狗吃了！我把你养大容易吗？你这样对我，你会有报应的。从今以后，他是生是死，是富贵还是贫贱，都与我无关了。还是这些话，只要不顺他的意，不给他当血包充面子，我就成了这世界上最恶毒的人。听着这些熟悉的台词，我的内心竟然毫无波澜，甚至还觉得有点吵。稽查同志，这是陈志强父子诱导我妈转账挥霍诈借的所有证据链，包括聊天记录、银行流水和视频监控。证据很充分，我们已经立案。陈志强在逃往外地的途中被布控，刚才在长途车站被抓获了。沈女士，陈志强名下的那套2手房和陈超的新车已经全部依法拍卖了。辛苦了。这是追回的抢款。陈志强父子除了要还钱，还面临10年以上的牢狱之灾。一切都结束了，
那些虚伪的面子、吸血的亲情，都再也困不住我。从今天起，一切都是新的开始了。